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你在这干什么？今夜良辰美景，小王自愿侍起。滚出去！凤君不必害羞，男欢女爱，本是这世间最快活的事。可我不想与你快活。凤君答应小王3件事，眼下还剩着最后1件。你说。我要做你的第一个男人。放肆！凤君是怕失去贞洁，无法对未来的凤婿交代吗？贞洁？我母妃就是死于贞洁2字。什么意思？你们男人3妻4妾，却要我们从一而终，凭什么？我将是这天底下最有权势的女人。他日我临朝致仕，必教天下女子自尊自立自强。我允许你做我的第一个男人，因为我将是你的最后一个女人。凤君且慢。凤君方才说要做小王的最后一个女人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从今往后，你只属于我一个人。敢看别的女人一眼，我就挖了你的眼睛；敢和别的女人说话，我就割了你的舌头。凤君，容小王想想。等你想好了，再侍寝吧。摩罗子啊，摩罗子，终日打雁，竟叫雁住了眼。不过也好，太容易得手，反而无趣。大人，凤君驾到。退下。是。太傅，太傅，那淫贼太放肆的了！不知凤君驾到，恕臣未能远迎。太傅免礼。凤君深夜前来，所谓何事？都怪摩罗子。
你都不知道他有多无耻。臣以为，凤君留他在身边，就是为了磨练定力，打算过了男色这一关。若论男色，太傅姿容更胜那淫贼，何不言传身教呢？你干嘛？臣遵君命，言传身教啊。凤君为何紧闭双眼？不是说臣姿容更胜吗？太傅继续啊，不是要言传身教吗？臣请凤君怜爱。太傅继续啊，不是要言传身教吗？臣请凤君怜爱。舅舅，我要当凤婿了！我要当凤婿了！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啊？我被灰尘迷了眼，凤君在帮我吹掉。凤君，您就是凤君？这是臣的外甥，国师之子，阴阳绿。嘿，舅舅，我现在可是凤婿人选了，我爹答应举荐我了。凤君姐姐，您一定要选我做凤婿，我啊，命里旺妻，保证你长命百岁，子孙满堂。小绿，不许胡闹！舅舅，我才没胡闹呢。只要我当上了凤婿啊，就不用每天修炼道法，整天吃喝玩乐，多快活啊！没出息的东西！小国师天真烂漫，我看你极好。嘿，舅舅您听，凤君姐姐都在夸我。能得凤君青眼，是你的福分。是谁得了凤君的青眼啊？让小王瞧一瞧。哼，我当是什么国色天香呢？原来就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兔崽子。你叔叔，您穿这么少，不冷吗？啊？谁是你叔叔？凤君姐姐，这个人好凶啊！哦，他不会也是凤婿人选吧？咦，我看这个人啊，满脸晦气哦，天生的克妻相。哎，您可千万不能选他，不然就倒大霉了。你个臭小子！老不休。太傅，我正好缺一个伴读，让小国师进宫伴驾可好啊？好好。凤君要谁伴驾，不必过问于臣。走，回宫。哎，好嘞。去。你，凤君。凤君姐姐，在这儿。这儿。凤君，快尝尝，这是我们西夜的秘诀。你给我吐出来！什么秘诀啊？酸死了！
凤君姐姐，尝一尝我亲手做的点心。好吃。来，哼，晦气的家伙。我是凤君的陪读，你凭什么拉我？我是凤君的侍卫，有权驱逐闲杂人等。闲杂人等，老不肖，我看你分明是嫉妒凤君宠爱我。臭小子，你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？哎呦，我好怕呀！你撕啊！你看凤君姐姐会不会把你赶出宫去？凤君不该纵容他们。不是太傅教我的吗？育人之术，志在一物降一物。别管他们，太傅，你答应了带我去民间走走，咱们几时动身啊？凤君她少女怀春，太傅你正值壮年，还是避嫌为好吧。臣近来公务繁忙，无暇伴驾。就出去半天，也不行吗？凤君不要任性。是你出尔反尔，我不学了。猜猜我是谁？小绿，别闹了。凤君姐姐，你怎么不开心啊？明日是我生辰，满朝文武无人问津就算了，居然连太傅也不知晓。他满脑子都是朝政，根本就不关心我。我长这么大，从没去过民间。小绿，民间是什么样的呀？凤君姐姐，我知道有一条小路，可以偷偷溜出去，还不被任何人发现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们走。好。嘿。小绿，民间都有什么呀？有糖葫芦。糖葫芦是什么？是好吃的呀。哎，诸位，把酒端起来啊！来，喝，干了，干了这杯，干了这杯。好多人啊！干！哎，这酒真好喝啊！哎，你听说了吗？众位听我吟诗一首。朝为冷宫女，暮作天子堂。聘鸡赶丝蛋，一女侍妻郎。岂有此理！好诗，好诗。凤君姐姐，这首诗分明在羞辱你，看我怎么教训她。如何呀？啊？须眉污浊物，乃敢笑巾帼。可怜令母苦，生乳如猪狗。你说得好。寺内等鄙薄女子的男儿，怕不是娘生娘养的吧？你说得好。兰宠，你别仗着自己是探花郎就欺负人。分明是你先仗着自己是狗，就到处乱吠。岂有此理！诸位同窗，这厮作诗辱骂我等，你们就甘心受辱吗？过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住手！你是什么人？也想讨打吗？小绿，哼！睁大你们的狗眼，看看我是谁！小博士，微臣拜见凤君。
凤君，凤君恕罪，恕罪呀，凤君，凤君恕罪。小略，去衙门叫人，将这一干乱臣贼子给我拿下！恕罪啊！是，恕罪呀，凤君。凤君饶命啊！凤君有礼。你是怎么认出我的？能让小国师随从至，想必只有凤君。不愧是探花郎，当真是机智过人。快起来吧。微臣有一不情之请。你说。微臣不想做凤婿。你也是凤婿人选？凤君有礼。你是怎么认出我的？能让小国师随从至，想必只有凤君。不愧是探花郎，当真是机智过人。快起来吧。微臣有一不情之请。你说。微臣不想做凤婿。你也是凤婿人选？徐阁老寄予厚望，奈何微臣志不在此，一心只想做个好官，为国为民死而后已。此话当真？若有半句虚言，微臣甘愿受死。你不愿做凤婿，我也不愿强人所难。起来吧。多谢凤君成全。那个姓蓝的可真厉害。对呀，他骂的可……舅舅，过来。凤君去哪儿了？舅舅，今天是我要带凤君姐姐出宫的，您千万别怪她。跪下！身为凤婿人选，不知劝君修身养性，只知献媚取宠。倘若凤君有分毫闪失，你就是千古罪人！滚回国师府，免必思过。走吧，小国师，让小王送你出宫吧。舅舅，你万不可把我赶回国师府，要是我爹知道，他会打死我的。太傅，你要罚就罚我吧，都怪我任性妄为。凤君当真要替他受罚？当真。把手伸出来。舅舅，要罚还是罚我一个人吧？君无戏言。明明是你先骗我的。这乌太傅真是狠心啊！要是换做小王，绝舍不得让你疼一下。凤君难道不觉得这乌太傅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吗？臣强主弱，必有祸端。只怕这乌太傅打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算盘，更甚者谋朝篡位。
再让我听到你诋毁太傅一个字，我就把你的手脚都砍掉，丢回西叶国去。小王不敢。到头来，老相爷棒打鸳鸯，相府公子忍痛割爱。那位名妓，也在一夜之间白了头，因身怀6甲，勉强苟活，直到诞下一个婴孩，便投江自尽了。蠢死了！凤君说谁蠢？还能说谁？当然是那名妓。不过是一腔真心为了狗，怎么还为了一个男人连命都不要了？当真是愚蠢至极。他死就死吧，偏偏还要生下孩子，留他在世上活受罪吗？我贵为公主，尚且要因为母妃背负污名，困在冷宫受尽折磨。倘若那妓女之子还活在世上，恐怕比我还要凄惨一些。都怪这世间不公，对女人处处苛责，对男人却百般宽容，真是可恶。凤君，所言极是。启禀凤君，太后驾到。微臣拜见太后。你来做什么？哀家来看看皇儿也不行吗？都退下吧。不许走。哀家同皇儿有事要讲。有话快讲，别耽误我学习。哀家打算在宫中举办一场君子宴，广邀天下青年才俊，供你选出一位凤婿人选，顶替弘毅。顶替弘毅？皇儿不喜欢弘毅那孩子，绝技不会让他做凤婿，不如让你亲自来选，哀家尚能落个人情。太后这么做，弘毅答应吗？他有什么好不答应的？那好，就依太后所言，办一场君子宴。皇儿答应就好，哀家这就去张罗。恕微臣直言，太后此举有意。废话，你当凤君看不出来吗？太傅正在养病，君子宴的事，谁也不许告诉他。微臣遵命。小王遵命。哀家就知道他会同意的，哪有年轻人不爱凑热闹？何况他在冷宫出身。姑母，姑母，姑母，父亲说你办了个什么君子宴，要找人顶替我。是有这么一回事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还不是因为你没本事讨那贱婢喜欢，还叫他夺了凤印。此时换人尚有一丝回旋的余地，难不成你要整个洪家被他赶尽杀绝，你才满意？姑母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一定会让周皇回心转意的。哀家看出来了，你是对那贱婢动了真情。没错，我是喜欢他。虽然他骂我、打我，
甚至还要杀了我。可我就是喜欢他呀，我也想让他喜欢我。姑母，你就帮帮我好不好？你就帮帮我吧。孩子啊，听话，姑母都是为了你好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之前让我选凤婿，也说是为了我好，现在不让我选了，还说是为了我好。什么都是你们说的，根本就没有人问过我想不想要不要。弘毅，站住！弘毅！娘娘息怒，奴必须把世子请回来。罢了，随他去吧，反正他也坏不了什么大事。唉。洪世子还要闲情赏花呀？看来你是不打算做凤婿了。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也敢来嘲笑我？世子误会了，小王是来帮你的。哼，你一条丧家之犬罢了，你拿什么来帮我？哼，我可以帮你争夺凤君的宠爱呀。你帮我争宠？这宫里谁不知道啊？除了我，周皇最讨厌的人就是你。你想干嘛？此物为西叶秘宝，可以叫人颠倒爱恨。倘若用在凤君身上，担保他越恨你入骨，越爱你如狂。有这好东西，你自己怎么不用？因为凤君最讨厌的男人是洪世子你啊！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要你做了凤婿之后，帮我夺回西叶王位。你要的是他的人，我要的是他的权。两全其美不好吗？你就不怕我当上凤婿之后反悔吗？小王自有办法，让你不敢反悔。舅舅，药煎好了。先放着，我看完这篇公文再喝。舅舅，太医叮嘱您一定要静养，万万不能再操劳。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就去宫里找凤君姐姐告状。告什么状啊？哦，凤君姐姐，不长手的家伙，你怎么不帮凤君姐姐拿东西啊？是凤君自己要拿的。太傅免礼。姐姐坐。太傅好些了吗？劳凤君挂念，臣已无大碍了。凤君姐姐，您别听舅舅瞎说，他就是不肯喝药。多嘴。太傅。臣这就喝药。我怕太傅嫌药苦，特地带了点心来。
上回我生病，太傅叫人给我做了蜜合酥。说来也巧，我记得小时候，母妃总拿这个哄我喝药。太傅尝尝看。臣不吃甜食。哎呀，舅舅不吃，我吃。我最爱吃甜食了。给你。凤君，小王也想尝尝。哼，都赏给你。太傅，小绿，跟我出去走走。哦。你不用跟来了，就在这里吃点心，全部都吃完，一块都不许剩。活该。凤君姐姐，你想去哪儿？小绿，我想让你出一趟远门，为太傅寻一位神医，你可愿意？可是凤君姐姐，我该上哪儿去找神医啊？嘘，你听我说，然后你到了那里。太后娘娘，国舅爷送来了君子宴的名单，请您过目。这是哪家公子？哀家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？回禀太后，此人乃是富甲商会的大当家。区区商贾也敢痴心妄想做凤婿，将他除名。此人私下孝敬过太后。哀家缺他那几两银子吗？太后，那可是1万两。黄金。启禀凤君，这些新衣都是为您参加君子宴所裁制的。全都配不上我，拿去烧了，重做。启禀凤君，这些都是宫里最金贵的衣料，12个绣娘赶制了7天7夜，若是焚毁，未免可惜啊！还敢顶嘴？拖出去砍了！凤君饶命！凤君息怒，眼下国库空虚，实在不宜铺张。烧几件新衣事小，遭人非议事大。这宫女也是一片忠心，还望凤君三思，饶她一命，留下新衣。好，就依你。3日之内，我要看到一件称心如意的新衣，不然的话，就把你们都砍了。奴婢遵命。
知道凤君相貌如何吗？不知道啊，没有人见过呀。这儿，哥哥。哎，弟弟快看，这张能结彩的，来了2个男多好看！的女的女的。是啊，坐。打扮成这样是要勾引谁啊？真是，怎么穿成这样啊？弟弟，我们穿成这样会不会太花俏啊？哥哥怕什么？咱们要的就是招摇，不然怎么能得凤君青眼呢？你声音小点，被别人听到了多害臊啊！听见就听见呗。咱们来参加君子宴，不就是为了讨凤君喜欢吗？谁要是觉得丢人现眼，大可以回家去。你声音小点，你这把人得罪光了，到时候我们再没选上，哥哥少乌鸦嘴。哎呀，表哥，表哥。这君子宴请的都是些什么人呢？九品乐官的儿子也能混进来？哎，弟弟，舍弟无状，世子见谅。切！弟弟，咱们母亲虽是太后的亲姐妹，奈何去世的早，没享过什么福。咱们父亲又不争气，娶了个毒妇，自小逼着咱们去教坊学艺。这般不光彩的出身，别人看不起，也难怪。哥哥，咱们能不能脱离苦海，一步登天，就看今晚了。原来那个位置是留给弘毅的。没听说这混世魔王也要来啊？他是来凑热闹还是来捣乱的？哎，你去问问。我不敢去。嘘。哥哥，你看，又来一个。这不都坐满了吗？没有位置了呀。劳烦让一让，这是在下的位置。你让本世子给你让座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在下钱万三，富甲商会，大当家。劳烦让一让，这是在下的位置。你让本世子给你让座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在下钱万三，富甲商会，大当家。一介商贾，你有什么资格来参加君子宴呢？滚！这君子宴是为凤君所办，世子无权叫我离开吧？我看你是找打。奉劝世子不要冲动。上一个跟在下动粗的人，如今已经倾家荡产，在街边讨饭，连吃食都没有热的。你太后驾到！
拜见太后。拜见太后。都免礼吧。弘毅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夺情煞怎么用啊？可是我都没有机会接近凤君啊。这个不必担心，小王会帮你的。只要你去参加君子宴，小王担保，你一定有机会接近凤君。好，我都听你的。好吧。哦，对了，险些忘了提醒你，在使用夺情煞之前，千万不要丢了你凤婿人选的位置。我来看热闹的。这里没有你的位置，赶紧回去。我不回去。来人，把世子送回国舅府。我不，姑母，别呀，姑母，别呀，姑母，别碰我，姑母，别呀，姑母，且慢。启禀太后，世子这般闹下去，未免不雅，不如让他留下吧。在下愿意与他同席。罢了。还算你识相，那本世子就勉为其难，与你同席吧。世子不要着急，在下还没有说完。世子坐的这个位置，是在下用真金白银换来的。如果要分你一半，就要收你一半座位钱。要多少钱啊？切，500两。坐。5000两。黄金。你开什么玩笑？世子如果不相信的话，可以问问太后。世子如果买不起的话，就请回吧。我坐这儿还不行吗？这儿总不要钱吧？好了，你要留下来就不许胡闹。哼。人都到齐了，去请凤君吧。太后娘娘，我们都没有见过凤君，您可以告诉我们凤君有什么喜好吗？他喜欢砍人脑袋。弘毅，不要胡说。我没有胡说。你们一个个只想着被选上凤婿之后一步登天，殊不知这凤君生的是凶神恶煞，脖子上长着一大块烂疮，言行粗鄙，蛇蝎心肠，怕了吧？还不住口！
趁现在他还没来，想走的可得赶紧走啊！要是等会儿凤君来了，万一看上你们哪位的话，到时候想走，就走不成喽。太后娘娘，小人腹痛，先行告退了。小人头风发作，先行告辞。小人想去如厕。小人身体不适。弟弟，这凤君这么凶恶，我们真要放手一搏吗？哥哥想走就走吧，我要留下来。就算他是个母夜叉，我也认了。凤君驾到！凤君来了。听说凤君这身衣裙是杀了1000条锦鲤，拿它们的锦鳞磨成粉，再染出的料子。哥哥啊，这就是凤君吗？啊，黄金万两，不如一睹芳容啊！这么小也来选凤婿，还喝酒？回家去。皇儿，快过来，哀家等你许久了。起来，这是我的位置。皇儿，快过来，哀家等你许久了。起来，这是我的位置。皇儿的位置在那里。嗯。我说过，这个宫里只有我一个主人。太后若是记不住，就叫太医多给你开几副方子，补补脑子。凤君怎么这么说话呀？那可是太后啊！就是啊，弟弟，百善孝为先，凤君对太后如此不敬，就不怕遭人诟病吗？太后又不是凤君的生母，可她毕竟是当朝太后啊！哥哥，快别说了，小心被凤君听见。好，好，你是凤君，哀家惹不起，还躲不起你吗？
都愣着干嘛呀？还不拜见凤君？拜见凤君。金子宴，开始吧。哀家就知道那贱婢沉不住气，没了乌太傅，更是没了脑子。果然略施小计，他便自投罗网。太后英明，不过世子还在君子宴上，会不会坏事儿啊？不必管他，周皇看到他，自会赶他出来。弘毅，你在这干什么？凤君，要不要小王把他丢出去？让他在这儿，人多热闹。兰愁，有请诸位展示才艺。今夜谁能讨得凤君欢心，谁就能成为凤婿人选。留在宫中伴驾。展示什么才艺啊？我们又不是卖艺的。是啊，哥哥，存心羞辱我们吗？就算他是凤君，也不再等一等能这样啊！你们该不会什么都没准备，就敢来选凤婿吧？摆驾，回宫。启禀凤君，陶氏兄弟愿献舞一曲。弟弟，来。哎呀！凤君请。大人，药钱好了。小绿去哪儿了？一整天都没见着他。他一大早就出了门，听说南边邺城来了一位神医，他去帮大人求药去了。哎，随他去吧。派人去门口守着，万一凤君来了，及时通报。是。
过来。你们叫什么名字？桃夭、陶灼。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你们配得上这个名字。凤君谬赞。赞。雕虫小技。荒唐！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你们配得上这个名字。凤君谬赞。荒唐！红叶，你发什么疯啊？他们两个丢人现眼的东西，竟然学女子卖弄风骚，真是丢尽了我们男人的脸面。说的没错，真是丢脸。他们到底是不是男人呀？下去吧。你的意思是，只有女人能卖弄风骚，男人不行？男人？哼，那是当然。男人就该有男人的样子，不然怎么能叫男人呢？可我偏偏就喜欢你们男人卖弄风骚，取悦于我的样子。都给我起来跳舞！这跳舞是啊，凤君这是喝醉了吧？怎么让我们跳舞呀？我们可是来选凤婿的，凤君让你们起来跳舞，听不见？怎么，不愿意吗？想当凤婿，又不肯受委屈，做什么春秋大梦啊！都给我滚出宫去！凤君息怒。你们很好，两个我都喜欢，可是只有一个名额，我该选谁呢？选我弟弟。哥哥。别争了，我来选吧。就选凤君，你淫妇之女！你叫我什么？有其母必有其女。我说你是淫妇之女。你母妃淫乱后宫，你不知廉耻。摩洛子，给我把他拖出去砍了！楚皇，你凭什么砍我脑袋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母妃淫乱后宫，天下人尽皆知。你若是砍了我的脑袋，日后必遭世人口诛笔伐，骂你荒淫无道，滥用皇权，不配为君。
那就让他们骂呀，有本事就废了我呀！他们敢吗？他们做得到吗？你不要忘了，我是这大安王朝唯一的骨血。谁敢对我不尊，我定饶不了他。今天别说是你，就算把你们全发落了，又有谁能奈我何呢？奉君恕罪，奉君恕罪，奉君恕罪，奉君恕罪。现在就给我把他砍了！且慢。启禀奉君，在下钱万三，斗胆向奉君买命。买命？在下愿出1文钱，买下洪世子的命，求奉君饶他不死。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奉君不要误会，在下不是替洪世子求情。大安有律，凡有死罪者，可以花钱赎命；为其赎命者，可以收其为奴。只要奉君同意，这欺君犯上的洪世子，就是在下的奴仆。让其认一个商贾为主，岂不比杀了他更妙哉？你说的有道理。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哪有让他生不如死来的解恨？不如这样，我与你做一笔长期的买卖。从今往后，但凡有人对我不尊，我都把他卖给你为奴，如何？不是吧？那我们不是都有可能被奉君卖给他为奴吗？啊？怎么？不敢买吗？这天底下还没有在下不敢买的东西。实不相瞒，在下1掷万金进宫参加这君子宴，不是为了什么凤婿人选，而是为了能见您一面。向您买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凤婿之位。实不相瞒，在下1掷万金进宫参加这君子宴，不是为了什么凤婿人选，而是为了能见您一面。向您买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凤婿之位。什么？他要买凤婿之位？
在下愿意献上全副家当，换取凤婿之位。好大的口气！你的家当能值几个钱？凤君有所不知，这钱万三号称富甲天下第一人，他的全副身家，恐怕能填满半个国库，不亚于朝廷10年税收。凤君三思，切不可因小失大呀！钱万三，凤婿之位，我不能卖给你，但是我可以选你做凤婿人选，顶替弘毅。啊，这，弟弟。在下谢恩。夫君，那我们呢？你们2个留在宫中伴驾吧。谢凤君。摆驾，回宫。是。从今往后，弘毅就是你的奴隶了。都不许跟着我。起来。二位，有没有兴趣卖我一样东西？太傅，我要见太傅，我要见太傅。凤君别闹了，现在夜已深了，顾太傅早就睡下了。那我也要去见太傅，我要去找他。周皇。你给我过来！你滚开！我不滚！放开！你放开我！不放！你滚开！放肆！你喂给他夺情煞了吗？嗯。7日之后，夺情煞发作，你就会成为他最心爱之人。小王，提前恭喜了。哼。太傅，我要找太傅。太傅，我要找太傅。
大人，凤君来了。凤君当心！走开！凤君怎么了？太傅，他们都欺负我。谁敢欺负你？去熬一碗醒酒汤来。是。是谁让凤君喝这么多酒？小王可不知道。太傅，还是去问凤君吧。太傅，臣在。你会一直陪着我吗？臣会。万一我死了，你也会陪着我吗？凤君不要胡说，臣会死在凤君前面。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太傅，我好喜欢你啊！凤君喝醉了，发酒疯，送她回宫。今晚的事，胆敢对任何人提起，我有的是办法把你丢回西野国，废了你的武功，再交给你那8位王兄处置。太傅放心，小王绝对守口如瓶。太傅，我头疼。骚狐狸，看门狗，你找死！来人，在。外面在吵什么？钱公子和2位陶公子一早就来给凤君请安，被九王子拦在外面，一言不合就吵了起来。什么钱公子、陶公子？叫他们都闭嘴，不然全都砍了。是。疼吗？疼。大人，凤君请用醒酒汤。怎么回事？谁来说说？启禀凤君，小人与哥哥昨夜听命留在宫中伴驾，一直等到天白大亮都没人安排住处，这才前来求见凤君。谁知九王子竟叫我们离宫回家去，小人不肯，他便动手打人，小人的胳膊都快被他拧断了。你少在那里颠倒是非，分明是你出言不逊，骂小王看门狗。你也骂了我们了，说我们是野狐狸撒尿，浑身骚。九王子说话也太损了些，又没说你。
行了，不许闹了。兰愁，在。宫里有没有合适的地方，安排他们3个住下？后宫倒是有许多宫殿空着，可那原先都是先帝妃嫔的居所，让这些外男入住，恐怕不合礼法。哼。叫你们住在先帝嫔妃的居所，确实不妥。要是能新建一座宫殿就好了。可惜啊，国库空虚，银钱不够啊。在下愿意修建一座宫殿，献给凤君。你恐怕修不出我想要的宫殿。只要凤君想得出，在下一定给得起。我想要一座酒池肉林。酒池肉林。凤君三思啊，那可是商纣王用来欢迎享乐的地方。那又如何？商纣王乃亡国之君，凤君若效仿其行，必将遭人诟病。哼，我遭人诟病的地方还少吗？不差这一件。钱万三，我命你修一座酒池肉林，你最快多久可以修好？在下手里有一班能工巧匠，仅需1个月即可建成。太慢了，我等不及。最快10日。钱万三，我给你5日。5日？不可能。5日之内，如若建成，你就留在宫中，做你的凤婿人选；如若建不成，我就把你换了。在下遵命，立刻去办。去吧。凤君昨夜醉酒，可还记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哼，没有，什么都没发生。姑母，喝药吧。哀家这张老脸算是丢尽了。如今宫里宫外都知道，凤君对哀家忤逆不孝，指着哀家的鼻子辱骂，还叫一个商贾当众作践于你，将你收作奴仆，害你只能躲在这宫里，不敢外出。早知今日，当初先帝驾崩，哀家就该一头撞死，随他去了。姑母，要不再忍一忍吧。外面什么声音？来人！太后，外面怎么了？是不是地龙翻身了？启禀太后，不是地龙翻身，是后头承欢殿在动工。动什么工？奴婢刚刚打听回来，凤君把承欢殿给推平了。
说是要再建一座酒池肉林。国库亏空，他哪来的银钱大兴土木？是那个钱万三，出钱又出力，号称是要在5日之内平地起高楼。奸佞之徒，为了夺得凤婿之位，真是不择手段。哼，快去将此事告知国舅。是。姑母，你想做什么呀？好孩子，姑母一定会让你如愿以偿的。哥哥，我们终于脱离苦海了，宫里好快活呀！这座酒池肉林，凤君可还满意？样样都好，就是这酒具不合我的心意。过来，钱万三，我想让你帮我找一件独一无二的酒具，最好整个大安国都没有人见过，那样才配得上我。这有何难？在下立刻去找。去吧。从早到晚歌舞不休，咱们这位凤君啊，可比先帝快活多了。7日之后，夺情煞发作，你就会成为他最心爱之人。明日就是第7日了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太后，太后，国舅爷进宫了。来呀，为哀家沐浴更衣。是。凤君，凤君，请看。此物甚合我意。凤君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瞧把你急的！洪国舅和康太尉一大早
就带着一帮大臣，气势汹汹地进了宫。他们现在朝中闹事，列出你9大部委，要逼您自废奉君之位，让你永世都不得临朝听政。是哪9大部委？忤逆不孝，荒淫无道，穷奢极欲，昏庸残暴。还有呢？还有以阴犯阳。以阴犯阳，这是什么罪名？我竟闻所未闻。他们的意思是说，天为阳，地为阴，地在天之下，男在女之上。此乃天地法则。奉君身为女子，丝毫不管男尊女卑，便是以阴犯阳。奉君怎么现在还笑得出来呀？不会是气疯了吧？奉君息怒，此时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安抚群臣。如何安抚？难道要我去向他们赔罪吗？让他们别做梦了。我就不信，他们还能冲进来，摁着我的头，逼我退位。除非他们想谋反。可是他们可以煽动百官，罢朝辍政，届时朝中无人，必将天下大乱啊！真有这么严重吗？微臣没有开玩笑，请奉君听我一言。依小王之见，即使奉君出门认错，他们也不会罢休。不如去请太后从中作和。我才不要求太后。太后与洪国舅乃一丘之貉，怎么会帮奉君说情？哼！不如去请乌太傅，他一定会有办法。不能让太傅知道我闯了大祸。乌太傅与洪国舅向来不对付，只怕会火上浇油。你，奉君，微臣去请乌太傅。奉君，小王去请太后。谁也不许去。去哪儿啊？你来干什么？来看我的笑话吗？哀家是来帮你的。你肯帮我，怕不是来害我的吧？哼，哀家愿意出面帮你说情，让国舅息事宁人。只要你当众宣布，选弘毅做奉婿。姑母。你看可好啊？你觉得可能吗？皇儿不要冲动，哀家知道，你这些日子如此荒唐，全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。可你当真要为了那一点小小的恩怨，舍弃这滔天的权势吗？同样，身为女人，我当真羡慕你有这样的运道。不妨和你说几句肺腑之言。我曾是这天下最尊贵的女人，可我上头还有一个更尊贵的男人，那是我永远无法逾越的天堑。
但你有机会可以跨越这道天堑，去到男人的世界，站在他们的顶峰，欣赏所有女人都看不到的天下。只要你答应选弘毅做凤婿，哀家担保，国舅会像乌太傅一样支持你临朝亲政。当你成为真正的天下之主，你将会发现，一切爱恨情仇，在无所不能的权力面前都不值一提。到那时，你会感激哀家的。父皇，求求您饶了母妃吧！求求您，求求您！倘若你是个皇子，朕尚且能饶他一命，可惜你不是。儿臣是公主，难道就不是父皇的孩子了吗？傻孩子，公主可做不了朕的位置。好，我就选弘毅做凤婿。好，我就选弘毅做凤婿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走吧，去前朝宣布这个好消息。姑母，走吧。摩罗子，去盛一壶酒。拿好它，我们走。我们也去，我们去给凤君助威。好，不许去。为什么？你们俩的前程已经被我买下，我可不愿你们去送死，人财两空。鹿死谁手，尚未可知。罪女周皇，忤逆不孝，荒淫无道，穷奢极欲，昏庸残暴，以阴犯阳，冒九大部委之罪，不堪为君。住口！诸位大臣息怒，且听哀家一言。不知太后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常言道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凤君年幼无知，一时糊涂，才犯下大错。哀家身为太后，亦有不教之过，情愿豁出这张老脸，恳请诸位给他一个悔过的机会。哼哼，那就要看他如何悔过了。他愿意今日就选出凤婿，安分守己，先孕育龙嗣，再临朝致仕。诸位大臣意下如何？果真如此，也不是不能给他一次悔过的机会。
只怕太后一厢情愿。她不愿意。她当然愿意。皇儿，快过来，你亲口告诉诸位大臣你是怎么想的。好，我亲口告诉你们，我怀疑你们两个奸臣要谋反。皇儿，你不要胡闹，我们不是说好的吗？荒唐！你说谋反？这黄国舅和康太尉怎么会谋反呢？凤君为什么要这么说？摩罗子，拿过来。想必你们都有所耳闻，西叶国有一件秘宝，可以掌控人心，正是此物。居然真的有西叶秘宝！原来这西叶秘宝竟然是个酒壶。只要喝过这酒壶中装过的酒，必会口吐真言。怎么样，康太尉？洪国舅，敢不敢喝一口？再说一句，你们是忠臣，不想谋反。怎么，不敢吗？他们不敢喝，这怕不是心里有鬼了。这心里有鬼才不敢喝呀！哎呀，这可是表忠心的好机会呀！是啊，拿来。我喝。摩罗子，拿给他。凤君。洪国舅，来，请吧。呀，他要喝呀！看来这不是奸臣。对呀，对呀，是啊，喝是说明很多了。不能喝。你这是？谁知道这酒里有没有毒？这个醉女心思歹毒，未必不想毒害忠良。原来老夫为了江山社稷、天下太平着想，不想多说。事到如今，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周皇，你的母妃淫乱后宫，畏罪自杀。老夫怀疑你不是先帝的血脉。不是先皇血脉，这可是宫闱之秘呀！哎呦，此事看成是什么玩意呀？可如何是好啊？证明啊，公母。倘若我不是先帝血脉，他怎么会册立我为奉君，叫我孕育龙嗣，继承大统？康太尉，我看你是老糊涂了吧？是或者不是，你说了不算。老夫一定严加追查。今天老夫要把你幽禁起来。诸位，意下如何呀？
这不好吧？这不是欺君犯上啊！万一他不是先帝血脉呢？既然没人反对，那就这么决定了。来人呐！在。凤君别怕，小王护你周全。微臣手无缚鸡之力，却有赤胆忠心。今日我若不死，保你们一世富贵。来人！大人，您有什么事儿吗？我病这些时日，你不觉得外面太安静了吗？像与世隔绝了一样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你这老东西，到底有什么事瞒我？是奉君威胁老奴闭门谢客，不许外面的事透露半点进来，否则就砍了老奴一家老小的脑袋。先皇后是冤枉的，她不是淫妇，她不是淫妇。是我姑母指使我诬陷先皇后的，我爹他也知道。你这个孽障！不会吧？谋害先皇后，这可是诛九族的死罪呀！康太尉，你都听到了，刚才洪世子亲口认罪，奉君身世清白，毋庸置疑是先帝血脉，根本无需查证。你还不快退下！康太尉，洪国舅是奸臣无疑，我谅你受他蒙蔽，可以既往不咎。只要你杀了洪国舅，哼，就证明你们并无瓜葛。中皇，康太尉，你救中了他的离间之计，今日你就是把我给杀了，他也不会饶过你的。我知道你在宫里宫外暗藏了数多伏兵，咱们今日不如一不做二不休，逼他下诏传位于你，我愿意称你为帝。康太尉，你救中了他的离间之计，今日你就是把我给杀了，他也不会饶过你的。我知道你在宫里宫外暗藏了数多伏兵，咱们今日不如一不做二不休，逼他下诏传位于你，我愿意称你为帝。康太尉，你当真要听洪国舅的话，谋朝篡位吗？赶快下旨，传位于我。太尉，请听我一言。快下诏书，传位于我。
笑什么？你回头看一看你的身后。末将来迟，奉君恕罪。原来奉君早有预谋。瞒天过海，所有人都中计了。凤君姐姐，你想去哪儿？小绿，我想让你出一趟远门，为太傅寻一位神医，你可愿意？可是凤君姐姐，我该上哪儿去找神医啊？嘘，我想让你去一趟边关，叫金奎回来救驾。救驾？洪国舅和康太尉要谋反，我想让你替我去搬救兵，拿着兵符去找金奎，务必要半个月之内回来，否则我凶多吉少。可是姐姐，我怕……不用怕，等你回来，我封你做小王爷，比小国师还风光。我想做凤婿。傻瓜，做我弟弟，我一辈子护着你，不好吗？你等着我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小绿呢？小国师日夜兼程，刚到边关就病倒了，末将只能先行出发前来救驾。还好你来得及时，我差点就被这些乱臣贼子给逼死了。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耳，诛之！奉君饶命！奉君饶命！臣等知错了。哦，那9大不伪之罪，究竟是你们骂错了，还是我做错了？奉君饶命，臣错了。若是你们骂错了，那我便要砍了你们的头。若是我做错了，我是不是就要退位让贤呢？谁敢让奉君退位？9大不伪，乃是奉君故意为之。太傅，奉君早就知道康太尉与洪国舅谋反，为了让他们现出原形，将计就计。所谓忤逆不孝、荒淫无道、穷奢极欲、昏庸残暴，都是做戏。尔等不明真相，却还在此责难奉君，其心可诛。奉君布下天罗地网，不惜以身作饵，诱敌深入，一举擒贼。实在是智勇双绝，英明盖世。臣等愚昧，错怪奉君了。臣等愚昧，错怪奉君了。太傅所言极是。奉君智勇双绝，英明盖世。
奉君智勇双全，英明盖世。奉君智勇双全，英明盖世。传我旨意，洪国舅和康太尉逼宫篡位，罪证确凿，特赐满门抄斩，秋后处决。至于太后污蔑先皇后一案，现已真相大白，着令昭告天下，为先皇后正名。太后罪大恶极，本该斩首，念其侍奉先皇，赐其全尸，暂时幽禁冷宫，待到先皇后忌日，再赐白绫。父皇，我终究还是坐上了这个位置。一切祸乱，皆因权起。先帝命我亲政，代行天子之事，实为镇压乱臣贼子。为一国之安定，我必不负重托。待到30日后，我将选出奉婿，临朝致仕。此番事成，小绿当即投宫。可惜他在边关养病，暂时回不来。你们全都护驾有功，想要什么赏赐，尽管说出来。秦王护驾是末将之责，无需赏赐。小王也不要。兰城，你呢？微臣尚有一事不明，求奉君解惑。你说。奉君是如何说服弘毅当众认罪、大义灭亲的？我没有说服他，我也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。太夫人呢？乌太傅在朝中收拾残局，尚有4位顾命大臣并不知情。太傅召集了他们在朝中议事，传达奉君的旨意，恐怕一时半刻过不来。等我临朝亲政，太傅就不必如此辛苦了。启禀奉君，钱公子与2位陶公子到了，叫他们进来。是。恭喜奉君降服逆贼。千万三，你的那只酒壶可起了大作用，只可惜摔碎了。哼，能为奉君粉身碎骨，是他之幸。哼，可惜我们未能到场，未能欣赏奉君英姿啊。奉君，您能给我们讲讲您是如何神机妙算、大获全胜的吗？让兰虫讲给你们听吧，他最会讲故事了。我去御书房等太傅。都不用跟来。
太傅，你终于来了！我等了你好久，我想让你陪我去母妃那里，我要告诉她，我终于替她报仇了。臣，太傅，快坐。臣想辞官。你说什么？奉君羽翼丰满，不再需要臣的庇护。谁说我不需要太傅？奉君若是需要臣，就不会瞒着臣干这么一番大事。我不想让你操劳，我想让你安心养病。您是怕我指手画脚，坏了您的复仇大计吧？若臣事先知情，绝不会坐视您铤而走险。您这一番计谋，看似算无遗漏，实则步步深渊。稍有半分差池，就会万劫不复。您为一己私仇，以命相搏，根本没有想过，倘若您失败身死，臣会如何？这天下又会如何？您就不能再忍一忍，再等一等吗？我忍不了，我也等不了。我在冷宫忍辱偷生12年，还不够吗？失败身死又如何？天下大乱又如何？我就是要去争，去抢，去夺回属于我的权利。更何况，这是太傅教我的。你想辞官是吗？好，我准了。反正该学会的，我都学会了。皇后娘娘，我把她教成这样，到底是对是错？是你啊。天色不早了，凤君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想和母妃多待一会儿。小王真羡慕你啊，可以帮自己的母亲报仇，不像我，只能做条丧家之犬。待我权倾天下之时，可以考虑帮你夺回西叶王位。除非凤君选小王做凤婿，否则都是空谈。我不会选你的，死了这条心吧。
那凤君要选谁？是金葵，还是蓝宠？这不是你该问的。总归不会是弘毅。7天了，马上就第7天了。开门。周皇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对你非打即骂，百般折辱，还把你卖给了一个商贾为奴。你不该恨我吗？我怎么会恨你呢？是我害了先皇后，害你这么多年生不如死的。你对我再坏，都是我应得的。如果非要恨，我只恨我自己，恨我自己，妄想你能喜欢上我。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周皇？你怎么了，周皇？弘毅，跟我回宫吧。好。大人，咱们当真要回凤阳老家吗？少说废话，赶紧收拾香笼，只带些紧要的东西，其余的一概扔了。明日一早，我们就启程离京。吴大夫，吴大夫，凤君他……凤君怎么了？凤君他赦免了弘毅，念在他揭发太后与洪国舅有功，将他接回宫了，还要恢复他凤婿人选的身份。不过一夜，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样？进了天牢，哪有不吃苦头的呀？再说了，他们打的还算是下手轻的，比不及你一巴掌来的疼。我哪次打你不是你自找的？对，都是我自找的。你不说我还忘了，上次你在君子宴当众羞辱我，我还没打你。对不起嘛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对，我是故意的。我不想有人顶替我，所以才在君子宴上捣乱，脑子一时糊涂，居然说了那样的话。我该死，我该死，我……只有我一个人可以打你。好，你打我。
站住！滚开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擅闯御书房是死罪，太傅不知道吗？奉君叫臣一声太傅，臣就有资格进来。可是你已经辞官了。臣的制式文书送上来，奉君还没有批示。我现在就批。奉君当真要赶我走？是你自己要走的。臣不走了。那你就留下来帮我选凤婿吧。奉君想怎么选？我要将所有凤婿人选都留下来，谁伺候的我高兴，我就选谁。可以，但是弘毅不能留下来。为什么？君子宴上，奉君选中了钱万三顶替你。君无戏言。周华，那我就再选他一次。先帝临终受命，只有顾命大臣才能举荐奉婿。奉君，钱万三求见。不见。他有要事禀报。让他进来。不会又是来抢凤婿的吧？参见奉君，见过太傅。你有什么事？在下是来向洪世子赔罪的。之前在君子宴上多有冒犯，还望世子勿怪。在下给洪世子准备了一份赔礼，还望世子笑纳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赔礼？拿来我看看。在下夺取了洪世子的名额，深感内疚。思来想去，7位顾命大臣当中，还有谁没有举荐过奉婿人选？于是找到右相商谈一番。他老人家通情达理，只收了在下3万两黄金，就写下了这封文书，举荐洪世子为奉婿人选。钱万三，你可真是会做生意啊！不愧是富甲天下第一人。奉君谬赞。太傅，这下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奉君执意要留下弘毅，是在跟臣怄气吗？太傅多心了，我是真心喜欢上弘毅了。既然奉君喜欢，那就把他留下来。与其他的奉婿人选一较长短。
哎，你们两个骚狐狸，又不是什么奉婿人选，凭什么还留在宫里啊？我们留下来伺候奉君，你管得着吗？哎，弟弟，少说2句吧。哥哥，你怕什么？他如今已经不是国公府的世子，不过一介罪臣的后人，凭什么瞧不起咱们？你世子息怒，卖在下一个人情。哼，3万两黄金的人情，够卖你这辈子的了。倘若弘毅真的做了奉婿，你可赚大发了，1000万3。九王子舌下，你难道不是这么打算的吗？都给我安静点！奉君还在休息。骠骑将军好大的威风啊！你不是不想做奉婿吗？留在这儿凑什么热闹？谁说我不想做了？都别争了，乌太傅来了。都聚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们来给奉君请安。这都晌午了，还在睡。去请奉君起床用膳。奴婢不敢。奉君该起床了。奉君，奉君，该起床了。叫弘毅进来。奉君寝宫，岂容外男踏足？太傅不是也进来了吗？臣是师长。可你也是男人。弘毅，你随我进来。周皇，周皇，你找我啊？不许直呼奉君名讳。他愿意叫什么，就叫什么。周皇，我给你扇扇子。你笑什么呀？我开心啊。你笑什么？想你了。你饿不饿？喂我。这个吗？来，这个。哦。为公平起见，臣欲将奉君1日之时分为5段，每一段都安排一位奉婿人选伴驾。奉君意下如何？太傅有心了。
不如说说分别是哪5段？我来选人。早起早膳为第1段。同意。上午读书为第2段。蓝虫。微臣遵命。午休午膳为第3段。钱万三。在下遵命。下午强身为第4段。金葵。末将遵命。晚膳就寝为第5段。太傅没弄错吗？你要安排人陪我就寝。有人叫凤君起床，就该有人哄凤君入睡。不行，我要陪凤君就寝。你已经定在早上了，君无戏言。就让我陪嘛。那就摩罗子。哼，夏王遵命。再不理你了。那就请太傅在一旁监督，记录他们的言行。日后我好做评判。
知道你贼心不死，最后一天了还妄想事情。你误会了，小王就是替凤君暖床，怕她着凉。哼，这么热的天，暖个屁呀！你赶紧给我下来，下来！放心吧，小王不和你争，也争不过你。你知道就好。今晚我要陪凤君，你赶紧出去。一会儿乌太傅来了，看见你肯定不答应。乌太傅今晚是不会来喽，我见他一个人去了酒池肉林，在那边喝闷酒。好，好，好，小王这就走，你呀，好好表现。去，还用你说？弘毅，怎么是你啊？摩罗子呢？让我撵走了。这是最后一天了，我不想让别人陪你。那你哄我睡觉。周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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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真的喜欢我吗？不喜欢你，早把你砍了。那，你明天会选我做凤婿吗？你猜？我猜不着。毕竟我现在是罪臣之后，孤身一人，没有人会支持我做凤婿。就算我做了凤婿，也没有人会为我高兴。周华，我能求你件事不？你不会是要替太后和洪国舅求情吧？不可能，我绝不会饶了他们。我不是让你放过他们，周皇，我是想让你饶他们不死，求求你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不好。周皇，周皇，周皇，周皇。你个蠢货，小王就知道你会坏事。你骗我！你骗我！你说对他用了夺金煞，他就能爱我如狂，可他并没有。不然为什么那样对我？小王并没有骗你，只是忘了告诉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的母亲将夺情煞传给我的时候，曾经叮嘱过我，一定不要将它用于意中人。哪种人啊？心有所属之人。太傅，是凤君啊。你居然会喝酒！臣年轻的时候，号称千杯不醉。
凤君也是来借酒消愁的。能跟臣讲讲吗？我要是告诉你，你肯定会笑话我。臣绝对不笑。弘毅向我求情，让我饶了太后和洪国舅。你说好不笑的。凤君恕罪。我还没选他，他就提这样的要求。我要真选了他做凤婿，还不知道他会怎么为难我。那凤君就不要选他。什么叫心有所属啊？凤君在吞下夺情煞之前，恐怕已经有了心上人了。是谁啊？乌太傅。怎么会是他？我亲眼所见，那日君子宴之后，凤君醉酒去了太傅府，不光亲了他，还说喜欢他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凤君对你是假爱，对太傅才是真情。一旦真情占了上风啊，你这假爱便会如梦幻泡影一般，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不，我要去找他。我不问他求情了，我只要他真心喜欢我。哎，那太傅想让我选谁呢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臣儿时顽皮，父亲打的。这分明是刀伤，是鞭痕，让我再看看。凤君眼花了。世子，你是谁？奴婢是太后的人，求世子去一趟冷宫。姑母，难为你还记得哀家这个姑母。听说你靠出卖哀家，独得凤君恩宠，真不愧是哀家的好侄儿。姑母，我对不起您。姑母，你何止对不起哀家，你还对不起洪家满门老小，列祖列宗。
哀家和你父亲费尽心机改换门楣，这一路千辛万苦，付出多少代价，却敌不过你那一点可笑的儿女私情。起来吧，别跪了。今天叫你来，不是为了骂你，而是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。这个秘密关乎先帝千秋之名。哀家原想带进皇陵，奈何死无葬身之地，不甘心他烟消云散，想来想去，只能告诉你。是什么秘密啊？哼，先皇后其实是乌太傅害死的。奉君恕罪，是臣失态。你不是谦卑不罪吗？扶我。臣不敢冒犯。你为什么要亲我？臣说过，是酒后失态。你分明就是喜欢我。臣对奉君只是君臣之义，并无男女之情。可我对你是男女之情。奉君对臣只是如沐，是晚辈对长辈的依恋，切莫混淆。好啊，你不承认是吧？那我就选别人做凤婿，跟他们冤狱拢死。气死你这个糟老头！你说，你想让我选谁？你还说你不喜欢我？兰宠，臣主意兰宠为凤婿。他虽为徐阁老门生，却出身寒门，不喜结党，为人品貌双全，又饱读诗书，堪为贤主。好，我听太傅的话，我就选兰宠做凤婿。皇后娘娘，我该如何是好？姑母，你在说什么？先皇后怎么可能是乌太傅害死的？明明是您让我……哼，傻孩子，你当真以为哀家那点拙劣的伎俩瞒得过先帝？先皇后是不是清白的，先帝比任何人都清楚。那他为什么还要？因为先皇后做错了一件事，在先帝眼里，她就该死。她做了什么事啊？她呀，救了一个不该救的人。哀家真不知道该骂他愚蠢，还是该夸他勇敢。竟然为了这么一个人顶撞先帝，先帝恼羞成怒，这才借我之手，废了他。
他也实在善良的可笑，至死都没有泄露那个秘密，这才给了乌觉一条活路，竟然让他垂死挣扎，成为了先帝最宠信之人。所以说，先皇后根本就不是我害的，而是乌太傅。没错，乌觉就是害死先皇后的元凶。哀家一直觉得他狼心狗肺。那么多年过去，竟从未踏足冷宫一步，没有去看过先皇后的爱女一眼。直到先帝临终之日，乌觉才第一次提起了他。我要告诉周皇真相。不，他不会相信我的。不，他会信你的。先帝临终之际，留给了哀家一道密诏，就藏在这根发簪里。这密诏上讲的是什么？只有一句话：站住！你在这干嘛？在下要是红世子，绝不会拿着先帝密诏到处乱跑。你跟踪我，还偷听我跟姑母说话。还好在下听见了，不然的话，世子要错失天赐良机了。先帝遗诏，封了7位顾命大臣，要臣等每人举荐1位凤婿。这里本该有7位凤婿人选，因臣放弃举荐，少了1位。另有殷国师之子殷阳律无缘到场。这5位才貌双全，有勇有谋，各有所长，还请奉君择选。传我旨意，择蓝虫为凤婿。是他。恭喜徐阁老，多谢，恭喜徐阁老，多谢。恭喜恭喜啊，徐阁老，谢呀！学生这恭喜阁老。启禀奉君，微臣不能做凤婿。蓝虫，你想抗旨吗？奉君恕罪，微臣并非男子，乃是女儿身。混账！休要胡言乱语！是女的。赶请奉君验明正身。来人，在。带他去验身。是。蓝探花怎么会是女的呢？看着不像啊。如何？启禀奉君，她是女人。你竟然瞒了老夫这么久！女人怎么能参加科举呢？这是欺君之罪呀！祖父，这是你应得的报应。奉君，你还记得吗？
微臣同您讲过的民间故事。相府公子痴恋八旬老妪，秦淮名妓一夜白头。不错，那相府公子正是徐阁老次子，那秦淮名妓便是我可怜的母亲。她是妓女之子啊，那不是徐阁老的孙女吗？住口！你住口！你接着讲。徐阁老不许我母亲进门，害得她投江自尽。我先是被青楼老鸨遗弃，后又被乞丐收养。那乞丐知道我的身世，就把我养到了5岁，再把我伪装成了男孩送进了徐家，换了一大笔银钱。然后呢？徐阁老没让你认祖归宗吗？徐阁老嫌我出身不光彩，就把我送去了一户寒门。然后你女扮男装，苦读10年，直到金榜题名之日，徐阁老又去找你，要你争夺凤婿之位，对吗？我起初不愿意答应，可是他竟拿我的出身相要挟，我惶恐别人知道我是妓女所生，只能对他言听计从。时至今日，再也瞒不住了。兰虫自知犯了欺君之罪，不求凤君赦免，但求您能给天下女子一个公平，让他们不必像我这样女扮男装，让他们也能够入仕为官，封王拜相，指点江山。孽障！女人不能当官的。说的对呀，以我之见，应该处死他。都怪这世间不公，对女人处处苛责，对男人却百般宽容，真是可恶。凤君，所言极是。兰虫，你上回护驾有功，我还没有赏你。功过相抵，这样可免你死罪。居然这样就饶我？谢凤君，嘘，小声点吧。至于你要的公平，我先欠你的。凤君圣明。来人，把徐阁老送出宫去，再派太医诊治，千万别中风成了瘫子。兰虫，你先退下。是。现在只剩4位凤婿人选，太傅，我该选谁呢？想必是金魁吧？老夫也看好他。我也是这么想。英雄所见略同。怎么办？是大人好言慎实。说话。启禀凤君，我要告发乌太傅窃国之罪。乌太傅，同意，不许胡闹。我没胡闹，乌太傅才是害死先皇后真正的元凶。先皇后是为了维护乌太傅而死。凤君，你难道不想知道真相吗？你说。人人皆知，乌太傅曾是先帝亲自挑选的太子陪读，少时便入宫侍奉太子。彼时先皇后尚且在位。有一日，先皇后发现
先帝毒打吴太傅。怎会如此？哎呀，竟有此事！你们根本就想不到吴太傅有多卑贱。住口！我不。先皇后为了救吴太傅，触怒天颜，之后，我姑母诬陷先皇后淫乱后宫。先帝明明知道先皇后是被冤枉的，还顺水推舟定了她的罪。可怜先皇后，心地善良，到死都还在掩护吴太傅。一派胡言！奉君，此事诸多疑点，切莫轻信。小王倒是觉得他说的有些真切，不然乌太傅为何不反驳呢？事实如此，他如何反驳？还是听奉君做决断吧。太傅，你告诉我一句实话，我母妃当真是因你而死吗？臣愧对奉君。他承认了，你们听到没？奉君，你听到没？他承认了，他才是害死先皇后的真凶。他承认了，他承认了，你听到了吗？他承认了。即便如此，那就有窃国之罪，有什么干系？有什么干系啊？先皇后死之后，乌太傅曲意讨好先帝，不知道用了什么卑鄙无耻的手段，摇身一变竟成了当朝第一宠臣。随后苦心经营10几载，挑拨太子与诸王之间的斗争，用尽手段让他们自相残杀，使得皇室子孙尽数丧命，只留奉君一脉骨血，再来操控他，独掌大权，这难道还不是窃国之罪吗？对呀，这可是绝对不可以，应该杀了，不能留啊！对呀，奉君若是不信，我这有先帝密诏，可变乌厥中监。金奎，呈上来。是。他怎么会有密诏？应该是太后给的吧？他手里这钱会不行。哎，写的是什么？那密诏上写的是赐死乌厥。那密诏上写的是赐死乌厥。要赐死乌厥，应该杀了他，不能留啊！这是死罪呀！对呀，如此不能饶了他。先帝临终之前，察觉乌厥有窃国之意，特留此密诏给太后，以绝后患。请奉君宣读密诏。
请奉君宣读密诏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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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臣请奉君宣读密诏，赐吾爵一死。这封密诏是假的。不可能！这密诏上有玉玺印记，怎么会是假的？我说它是假的。啊，这……它就是假的。太傅何须窃国？若他想要这江山，我给他便是。请奉君收回成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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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只当我是岳玉龙寺的工具。您若不想任由他人摆布，就要去争，去抢，夺回本该属于你的权利。求太傅教我。不要讨好任何男人，只需要驯服他们。满朝文武皆不愿我亲政，只有太傅一心为我谋划。太傅，臣在。你会一直陪着我吗？臣会。万一我死了，你也会陪着我吗？臣会死在奉君前面。我不会让你死的。臣请奉君收回成命。传我旨意，因奉续人选不足，我将先行亲政，临朝致仕。为不负先帝所托，我必励精图治，力求国富民安。待到1年之后，再选奉续。臣等遵旨。
那密诏是真的，那密诏真的是真的。我知道。那你为什么不杀了吴太傅？你误会我是你的杀母仇人，狠心灭我满门。如今知道吴太傅才是真正的凶手，却轻易地放过了他。中华，你这样做对我公平吗？我那么爱你啊！我不惜为你抛弃骨肉亲情，我对你一无所求。而吴太傅呢？他只是一心利用你报仇，我哪里比不过他了？中华，你走吧，随洪国舅和太后流放千里。我饶他们不死。弘毅，谢恩了。我母妃因你而死，你却任由我在冷宫受尽折磨，这么多年都没来看过我一眼，为什么？我为了获取先帝的信任，绝不能让他知道我对先皇后感恩戴德。真的是你一手谋划，才让先帝无子可继，最终册立我为奉君吗？臣年少成名，志得意满，一朝进宫选为太子陪读，妄想辅佐明君成为一代贤臣，未料竟落到了那般地步。我曾向太子求救，向父亲求救，可他们却让我忍耐，让我屈从。那可都是我的至亲之人，至信之友。我万念俱灰，一心求死，是先皇后舍身维护，给了我这个该死之人一个苟活下去的理由。我不想报仇，我只想报恩。我要让他的女儿高高在上，无人可欺，以女子之身凌驾于世人，当尽全力的污者。
原来你为我呕心沥血，都是因为我母妃的缘故。太傅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心血。我会尽快选出凤婿，临朝致仕。臣请辞官。你要走就走啊，我又不能拦着你。臣在辞官之前，想要举荐第7位凤婿人选。是谁？臣无爵。太傅，永远不要离开我。好。大皇子，都准备好了。那就开始吧。